山海经到底是古人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还是记录着真实的史前文明？近年来，科学家和探险家在世界各地发现的种种上古遗迹，正逐渐揭开这部奇书背后的惊人真相。一些看似荒诞的传说，接连被证实为真实存在的人、动物或建筑，而这一切指向的，可能正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神秘消失的那12万年。更令人震撼的是，华夏先民或许早在远古时代就踏遍全球，各大文明的源头极可能同出一脉。难道华夏曾经统一过全世界？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索这个颠覆三观的古代谜团。长久以来，《山海经》被认为充满虚构的异兽与异族描述，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进入近现代后，人们陆续在世界各地发现自然奇观和生物新种，竟与《山海经》的记载不谋而合。比如书中描述，远北极寒之地有一群身披厚厚毛皮的人，他们终年冰雪中狩猎为生，古人称其为毛民或玄古之民。这不正是爱斯基摩人的生动写照吗？当欧洲探险者首次记录下因纽特人的生活时，才惊觉《山海经》早已预言了这样的族群。同样的，书中记载海中有鱼类双翼展动，能跃出水面滑翔，如同飞鸟，古人将其称作飞鱼。直到近代航海家发现热带海洋中的飞鱼，这才证明古籍并非凭空捏造。事实上，越来越多曾被视为神话的记载正被科学发现所印证。从极地的冰下奇景到深海的怪异生物，《山海经》中那些离奇的描述一一找到了真实对应。既然连人们以为不存在的族群和生物都被证实存在，那么这本书中其他更加惊人的传说，会不会也蕴藏着远古真相呢？更震撼的发现来自对《山海经》中一人一族的考证。书中记载，在远古曾有一木国，那里的人高大有力，但只有一只眼睛，长在面部正中央。古往今来，多数人将此视为荒诞的神话。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一批科研人员无意间揭开了一木国传说的真相。1965年，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王明哲随同几位学者，在阿尔泰山南麓的一片人迹罕至之地进行考察。当牧民讲述了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太古时期此地曾有一只长一只眼的巨人部落，他们力大无穷，骁勇善战，并且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是草原上的霸主。听到这里，考察队不禁联想到《山海经》中关于一木人的记载，便决定循着线索一探究竟。出乎所有人意料，阿尔泰山深处竟矗立着3座规模宏伟的远古金字塔，在金字塔四周密布着环形分布的巨石阵，这些建筑群全由体积相当、切割整齐的巨型石块堆砌而成，工艺水准之精湛，远超3000多年前人类应有的建筑能力。更令人瞠目的是，考古队在遗址附近找到一块古老石碑，其上清晰刻画着一个人形图案，身体各部位与常人无异，唯独面部中央只有一只巨大眼睛。这无疑证实了一木国部落真实存在的线索。随后数十年里，王明哲又走遍了中国西北多处偏远山区，在多处古遗迹中陆续发现了一木人形象的雕刻和岩画。一木巨人族不再只是神话人物，而是实实在在地留下了历史痕迹。面对如此发达的一木人文明，考古学家不禁疑惑，他们为何最终从历史中消失？根据牧民口耳相传的故事，在上古某个时期，一木国为争夺资源与另一个强大部落爆发了战争，最终一木人不敌对手，大批族人向西迁徙，远离此地。有趣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也提到过西方的神秘独眼巨人族阿里马斯皮，传说他们居住在天山以北，经常与邻近的格里芬怪兽争夺黄金资源。东西方远古记载遥相呼应，似乎在讲述同一段故事，一个独眼巨人部落的兴衰和迁徙。种种线索表明，在历史被正式书写之前，的确存在过技术超群的远古文明，他们甚至可能遍布欧亚大陆，留下了金字塔与石阵等壮丽建筑。这些部落的传说后来分别流传为各民族的神话故事，被记录进《山海经》以及希腊的古籍之中。一木国的发现只是冰山一角，
山海经中还记载了许多超乎寻常的古代部落，例如长臂国的人手臂特别修长，可以挂在树枝上移动；黑齿国的人以牙齿乌黑为特征；毛民国的人全身长满毛发，如野兽等等。这些听来奇幻的族群形象，其实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长臂国让人联想到森林古猿或某种猿人族群，黑齿国或许是古代习惯染黑牙齿的民族，如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一些土著就有染齿风俗。毛民则可能是体毛特别旺盛的远古智人分支，甚至刑天那样的无头战神，传说中被皇帝斩首后仍以乳为眼，以其为口继续战斗。看似荒诞不经，但在非洲古代传说中也有一种无首民，长着脸孔在胸前，被称作无头族。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探险报告中亦提及过这种神秘人种的存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中的相似传说，难道只是巧合？还是说早在上古时代，各地的人群其实就有所接触，彼此交流了这些奇闻异事？当华夏先民在《山海经》中记载下他们所闻所见的异族时，很可能那些族群真的曾与华夏祖先打过交道，哪怕远在万里之外。换言之，《山海经》的广袤世界图景或许源自一个没有国界的史前时代，那时的人类足迹早已遍布五湖四海。近代以来，除了《山海经》记载被陆续验证，世界各地涌现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更是强有力地挑战了人类文明的既有时间线。我们曾以为人类文明史不过区区5000年左右，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和埃及算起，但以下这些发现暗示，在漫长的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或许曾经出现过高度发达的文明，后来因不明原因陨落消失，留下断垣残迹供后人惊叹。首先是在非洲南部的一项石破天惊的发现。据古代遗迹研究者推测，在莫桑比克马普托港以西约150公里的地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远古都市遗址。初步勘测显示，这片古城覆盖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而整个城市可能只是一个更庞大聚落约10000平方公里的一部分。更不可思议的是，根据附近地层中的放射性测年以及地质特征，研究人员推断这座城市建造于大约16万年至20万年前。是的，没错，这个时间点远在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之前。那么究竟是谁在距今10几万年前建立了如此庞然的都会？令人联想到古代苏美尔神话中的阿努纳奇传说，外星来客为了开采黄金而在地球建立聚居地，指挥早期人类从事采矿。在这处非洲遗址周边，恰恰发现了众多远古金矿的遗迹。莫非远古传说中的高等智慧真的来过这里？或者在人类史前就诞生过一支掌握冶金与成建技术的种族？无论真相如何，这一发现提示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能远比想象中久远，漫长岁月或许湮灭了更早期的文明痕迹。再看亚洲，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山丘上，考古学家于20世纪末发掘出一座被掩埋的巨石建筑群，名为戈贝克利石阵。经科学测定，其年代高达11000年至120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9000年左右，比古埃及金字塔的历史早了7000多年。戈贝克利石阵由数十根高大的 T 字形石柱环形排列而成，石柱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动物浮雕。这一遗址的出土将文明起源的记录一下子推前了数千年。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交界处，狩猎采集人群就已经能够组织上百人力气，建造出复杂的宗教或集会建筑，显示出文明的曙光。而更令学者困惑的是，戈贝克利石阵建成使用一段时间后，建造者竟主动用泥土将整个建筑群掩埋起来，仿佛有意保存给后世。为什么史前人类要如此做？是战争迫使他们弃城而去，还是面临灾变，提前将圣地埋藏，等待未来重启？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人类组织大型建设和社群生活的历史，远非从苏美尔才开始。公元前1万年的石器猎人就可能成立了祭司领导的社会。那么，会不会还有比戈贝克利更早、更高级的遗址尚未发现？眼下已有迹象，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沿海海洋声呐探测曾发现水下结构，被怀疑是淹没的远古城市。
日本与那国岛海底的巨型阶梯状岩石，有人认为是远古文明的手笔。太平洋和大西洋更流传着几座传说中的沉没大陆，如母大陆、亚特兰蒂斯。或许那些传说其实是史前文明灭亡的集体记忆。中国大地本身也频频出土令人惊叹的史前文明证据。以往我们熟知的华夏文明史始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约距今7000年，和良渚文化约5000年。但在近年考古中，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都显示出超越时代的文明程度。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和金面具风格怪异，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年代约3100多年前。它的突然出现和又忽然消失宛如谜团。有学者推测，三星堆人可能是某支上古先进文明的后裔，最终在历史中销声匿迹。更加古老的良渚古城距今5000多年，展现了城市规划、水利系统和精美玉器，被称为硕果仅存的史前王朝。而在山西和内蒙古交界的陶寺遗址，人们发现了距今4300年的巨型圆形夯土建筑和观象台，似乎用于观测天象、制定历法。这些考古成果不断提前着华夏文明的起点，也让人不禁怀疑，中国大地上是否曾在更久远以前出现过高文明。古人常说华夏文明5000年，但越往地下挖掘，年代数字似乎在不断增加。我们的祖先或许留下了更多年代久远的秘密，只待后人去发掘。综合上述发现，一幅壮阔的史前文明图景开始浮现。在人类已知历史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也许文明并非一片空白，相反，可能有若干文明曾经诞生、发展，最后毁灭，形成周期性的兴衰循环。如果真是如此，那《山海经》记录的正是上一次文明高峰期遗留下来的记忆，而这段文明史后来因巨大灾难断裂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回到茹毛饮血的状态，直到最近几千年才重新建立文明。我们当前的文明很可能已经是人类第5次乃至第6次踏上高峰。在史前灾难的推测中，全球性大洪水是许多文化共同的记忆。中国有鲧禹治水的洪水传说，《山海经》中亦提及共工怒触不周山导致洪水滔天。西方有圣经、诺亚方舟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史诗。印度、美洲、大洋洲的神话里也都有毁灭性洪水、毁灭先文明的故事。地质学家发现，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确实经历过一次剧烈的气候转变。冰河期结束，冰川迅速融化，海平面在短时间内上升了100多米，无数沿海低地被洪水吞没。如果当时有人类城市，也难逃灭顶之灾。这或许正是全球洪水传说的由来。然而，那场上一次冰期结束的灾变还不是人类最黑暗的时刻。在更早的距今约74000年前，印尼苏门答腊多巴火山发生超级喷发，喷出火山灰覆盖全球天际，导致阳光被遮蔽，气温骤降，长达数年出现火山冬天。有理论认为，这次灾难使全球人类人口骤减到仅剩几千人，几乎灭绝。而恰恰在现代人类基因中，可以观察到大约7万年前的一次遗传瓶颈，支持了人类曾濒临灭亡的推论。如果在多巴火山爆发前，人类已经发展出一定程度的文明，那么这场灾难无疑让当时的文明毁于一旦。我们今日只能从神话和片段线索中窥见前文明的轮廓。除了自然灾变，人类自己也可能是毁灭自身文明的黑手。史前核战争的学说虽然听起来天方夜谭，但有一些考古意象令人生疑。在印度的古老城市摩亨佐达罗遗址，考古人员发现街道上散落的骸骨含有不寻常的高辐射，城市遗迹中还有似乎被高温瞬间熔融的陶瓷和石头，状如玻璃化。这让人联想到摩诃婆罗多等古印度史诗中描述的神兵天降，一种威力巨大、光亮胜过千阳的武器，瞬间将城市化为灰烬，颇似现代核爆的景象。如果那些不是神话夸张，而是先文明掌握高科技兵器的真实写照，那人类曾经就已拥有核技术乃至更可怕的能量。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黄帝、蚩尤等上古诸神的大战场面
同样雷霆万钧，山崩地裂。蚩尤作战时，大雾3日，皇帝请来应龙出战。这些细节若用现代眼光解读，不难让人联想到气象武器和飞行器助战。甚至皇帝战胜蚩尤后，乘龙升天而去，在古人看来是仙人得道，但如果从科幻角度看，何尝不像一次驾驶飞行器的昂然离去？若皇帝真有某种龙形飞行器，那他来去无踪，巡视天下便变得合情合理。《山海经》等古籍将这些高科技以神兽神迹的形式记录下来，只是我们过去不敢往那方面想象而已。种种蛛丝马迹都在暗示，史前人类可能达到过相当高的科技水平，最终却因某种原因自取灭亡。我们今日的科技文明会不会重蹈覆辙呢？这也是许多科幻作品和远见者警示我们的课题。如果上古确有高度文明存在，那他们的版图和影响范围将远非后世可比。在现存的传说中，我们隐约可见远古全球大一统文明的影子。例如，不约而同的，世界各地远古建筑中都出现了金字塔。这一造型，埃及有宏伟的方尖金字塔，玛雅和阿兹特克有层级分明的阶梯金字塔，中国陕西关中平原也分布着许多帝王陵寝的金字塔形风土。为何古代文明不约而同崇拜这种方山形状？难道是集体无意识的巧合，还是源自同一师承？有一种大胆猜测，上古某个全球性文明曾经将金字塔作为强大能量装置或宗教象征建造在各地，后世各文明只是仿效重建已失落的原型。在中国新疆和甘肃的荒漠中，就有当地传说的古金字塔，只是尚未完全开放调查。如果这些建筑能证明比埃及金字塔更古老，那将进一步支持远古全球文明的假说。此外，语言和符号上的巧合也耐人寻味。全球范围内许多古老文字在符号形状上惊人相似，例如中美洲玛雅文字中有几个象形符号看上去与甲骨文非常接近。复活节岛的绝迹文字容不容符号，亦有人指出其中部分符号与东亚汉字、印第安文样有类似之处。这些巧合或许说明人类在文明初期曾有过一定程度的交流，甚至同源。华夏文明会不会正是那远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一些学者提出，中国上古传说中的西皇、神农、黄帝等三皇五帝时代，社会形态相当高级，甚至掌握某些超越后世的技术，而那正是远古文明残存的余晖。在黄帝时代结束之后，真正属于我们当前文明纪元的历史才徐徐拉开帷幕。因此古人说，今文明乃再续前文明之统。如果是这样，那华夏先祖确实可以说在史前某个阶段统一过世界，至少在文化和知识上引领全球。史籍中偶尔流露的一些线索，似乎也支持华夏先民远赴海外的可能性。《山海经》中有对四海之外山川地理的描述，某些学者致力于将其中地名对应于现实世界，比如书中东方海外的大荒中有扶桑之树，10个太阳曾在那里浴汤。有人认为这或指向太平洋彼岸的美洲，一个孕育太阳的远东大陆。再如《史记》《汉书》等记载的大秦国、古罗马帝国以及申毒国、古印度地理特征和物产，显示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已经对欧亚大陆西端的文明有所了解。甚至有说法称张骞通西域时获得过大秦的地理资料。更离奇的是，《后汉书·扶桑国传》记载了一位名叫惠申的僧人，在东汉时期乘船东渡，抵达一个名为扶桑的遥远大国，那里民风、产物都有详细描述。许多人怀疑扶桑正是今天的美洲大陆，而惠申的故事可能暗示中国人在1800年前已涉足过美洲。如果这些记载属实，华夏文明的触角早早已经伸向世界各地。我们再回想《山海经》中许多动植物并非中国本土所有，例如书中提到生生这种长臂猿猴，极似非洲的狒狒；角这种长鼻巨兽让人联想到大象，而中国本无亚洲象分布，只有可能是远征南亚或更远才得知的生物。这都说明华夏先民很可能在上古时代就进行过广泛的远航探险，把所见所闻带回中原，
汇编成奇书。那时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国界观念，所谓华夏统一世界，或许更贴切地理解为华夏先民曾与世界各地的文明交汇融合，并充当知识与文明的传播者。种种迹象把我们引向一个惊人的可能：山海经并非虚构，而是人类远古史的纪录片，只是经过神话的表达手法予以艺术化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人类文明至少有12万年以上的累积，中间经历过毁灭与重生。我们今天的科学和文明成就，说不定只是把祖先走过的老路重新再走一遍而已。尽管这一观点仍属于大胆猜想，但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在动摇传统历史观。我们开始愿意正视古籍中的非常之语，不再一味将其斥为迷信。随着科技手段进步，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破解《山海经》中地名和方位的真实含义，在全球范围找到更多对应的遗址，或者发现某种上古文字资料，直接记载了那段失落文明的兴衰。当真相浮出水面之时，人类对自身起源与过往的认知将被彻底改写。我们或许会发现，各大文明原本同根同源，现代各民族都是远古同一祖先的后裔。我们更可能惊觉，人类文明的进程并非线性上升，而是起伏不定，充满险阻。那么，华夏文明曾经统一过世界吗？也许答案没有那么简单。华夏作为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心之一，在上个文明周期里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主导了某些全球性文化的传播。但与其说统一，不如说那时的人类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正如《山海经》所折射的，那个遥远年代没有现代国界，人们迁徙交流频繁，共享知识和信仰。华夏先民或许通过漫长的探索，将文明的火种播撒四方，同时也从他族那里吸取养分。最终，史前文明的大厦虽因天灾人祸而倾圮，但一些宝贵的记忆被幸存者守护，化作神话传说流传至今，让我们依稀窥见先人辉煌。也许未来不远的某一天，考古学家们就在某处遗址挖出了一块史前石碑，用我们今日能读懂的文字讲述着远古文明的故事。或者在深海里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史前城市遗址，里面陈列的器物工艺令现代人瞠目结舌。当那一刻到来，我们将真正明白《山海经》留下的是什么，也将重新审视我们文明的定位。正如一句话所说，神话不是虚构，而是历史的投影。怀抱敬畏之心去面对古老典籍，人类或许能从中找到避免重蹈覆辙的智慧，在创造未来的同时，牢记过去那些辉煌与教训。当然，在最终答案揭晓前，一切仍有待更多证据去填补。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对自身历史的认知正在随着每一次考古的新发现而被刷新。《山海经》这本书正从神话回归现实，其背后隐藏的人类12万年文明之谜，也许很快就不再是谜。到那时，我们或将迎来对人类过去与未来更深刻的理解。您准备好面对颠覆性的真相了吗？文明的漫长旅程远比教科书上的历史年表精彩。在人类这部厚重的史诗中，我们现代人只是刚翻开了最新的一章而已。前尘秘辛正等待我们去发现，去倾听。让我们带着好奇与谦卑，继续探索未知的历史深处吧。